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怎么这么老人家都会这样啊，这是口头禅，老人家都是这样子啊。老爷中文。好，这个我们上一次跟佩佩老师还有 Jim 老师聊了，如何用戏剧来学中文，广受好评。我现在发音都要这样，我现在发音都要很北京儿。关键是北京人也不这样用儿化音，对，不是这个儿好像用的不太对，非常不标准。上回笨叔北京同学的告诉我们，就是那种小词才用儿化音，北京那个京是不可能用小。对，我不要学茶叔，茶叔这是不正确的示范啊，是为了好玩，是为了戏剧的效果，对啊，戏剧效果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也来谈一些学习项的主题啊，因为我最近收到很多同学推荐大叔应该要考虑闪卡教学，flashcard，对，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来谈谈用闪卡学习中文到底有没有效果啊？那我们先从经验丰富、站在金字塔顶端、教学顶端的那个男人在哪里？笨叔来聊聊。没有，其实我觉得你先介绍一下 Flashcard 在中文学习上有哪些类别，好不好？我觉得现在闪卡就是越来越多了，种类越来越多了。对，是有的是那种工具类的，比如像 Quizlet， 还有是这个对Anki， 然后学生就可以自己通过这些工具把他们学习的生词加到里边，然后复习。现在还有这个也有这种 Duolingo 啊，就是多邻国这样的 APP， 他们已经就是设计好这些闪卡，然后用这个叫什么 spaced repetition，这个间接重复的这个方法，其实闪卡都是这个概念，都是这样，就是给你一个让你自己重复的时间，对啊，那不一样的就是刚才第一类的就是学生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学习来制作这些闪卡，也有这种现成的已经制作好的闪卡可以使用。现在我看很多学生也在用 AI 的工具，然后比如说他们很喜欢某一个男明星、女明星，然后把这些男明星、女明星的一些视频的片段，然后让 AI 把这个里边的句子，这个人说的句子一个一个做成这种句卡因为他可能想练习这个发音现在也有这种。还有就是有的 AI 工具，我上课的时候，我一边讲课，我一边可以把我说的那个句子点击一下录制，然后把那个句子录下来，然后这个 AI 就会给你就是我上课的这个闪卡，然后里边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然后我觉得也挺厉害的。就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闪卡了，对，然后这个。灿叔，我听说你现在上私教课好多人订了现在上私教课好像也有对，不可以夸大其词，我们要这个言行如一。我们上次教过言行如一。好，那灿叔好像听说你上私教课也有学生有跟你分享，对不对？他们也用这个闪卡学习。是的，就是才昨天的事儿啊。昨天有一个同学订了我的课，然后想不到是我们大叔的铁粉又是一枚铁粉对，他的学习方法我觉得也挺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因为他也是纯粹的就从中级开始学习。我问他你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初阶开始学习，他说那些材料没有意思。他说我也是一个读书人我就喜欢看一些有深度的东西，所以他一开始找到其实先找到我，因为那个时候大叔还没有成立，所以他是先看我的一些视频，然后大叔成立了之后，他就开始追大叔的东西，就是他每一期都特别认真，就把里面所有他不知道的东西都拿下来，然后自己做成一个闪卡，然后他昨天还给我放了一段，他说你听一下这是谁，然后我一听
哪个不是茶树的声音吗？啊，就是这个闪卡它是语音的，也是语音的闪卡。对，他是在里面，就是他听播客，在一些句子他很喜欢，然后他把这句子抠下来，然后呢又通过这些软件把这个视频给下载下来，然后截取了片段，然后再做成那个闪卡。然后我是觉得他这样做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他自己花时间精力去弄这些事情，他输入的时候他也需要去记忆嘛，然后这个东西他弄的时候又多了一遍这个，又多了一遍记忆。对，而且刚好我是觉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播客的东西他很喜欢，我觉得喜欢也是一个前提。就像茶叔前面提到这个，要是我随随便便给你一些 HSK 3到4的一些随便找一些，或者用了 AI 生成一些句子什么的话，这些东西对你没有意义。但是比如说这个播客内容，或者像笨叔说有些明星说的话的内容，对你是有意义的，那你就更想了解，你就会更会记住。所以我觉得字卡这个东西自己做也可以，但是这个内容一定要是你感兴趣，你学完之后有用的。对，我以前学西班牙语也是，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个碎片时间得利用起来，我可能就是我在公交、地铁上这种碎片时间，可能我用一个这种词卡、闪卡的这个软件，然后记一些词，但是我又很懒，所以我就在这个软件里边就搜因为西班牙语的考试叫 DALI 我就搜那个 DALI 什么 B1 的词汇啊，B2 的词汇。然后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些这个词汇放到我那个词卡 APP 里边，最后就发现自己可能用了2天就不用了，因为那些词就是毫无关联的，然后又没有例句虽然有例句有帮助，但是那个例句它也是独立的，它没有一个语境，所以然后这个词我又不知道它是正式的不正式的。然后那个声音又是 AI 的，就是让你听了之后就是昏昏欲睡的那种感觉，就可能坚持了2天，就再也不用了。2天你也太快了，对，那个钱白花了，就是没有兴趣嘛，就是的，还是得是兴趣感兴趣，兴趣非常重要。这边其实我有一个这个越南的学生他也跟我定私教课很久了。他也跟我分享他的学习方法，我觉得非常特别，因为他是每天跟豆包说话。豆包对，因为一个新的豆包有语音，中国的对那个 ChatGPT， 对中国的 ChatGPT，因为他本来是去买 ChatGPT 的会员才可以跟 ChatGPT 对话。对但是他后来发现有豆包这个东西了，豆包是免费的，那 ChatGPT 你要跟他练习对话是要付费的，所以他后来就转用豆包，而且豆包的中文很好嘞。对啊，然后豆包的英文不太好，中文蛮好的，中文很好。然后对，豆包没有给我们那个赞助吧？这期对，没有免费的，我们没有收钱哦。对，就是我这个越南的学生，他每天坚持1个小时，跟豆包用中文练习。他更厉害的是，他会用电脑把那个他跟豆包对话的声音那个过程录下来，然后他会做成闪卡，非常厉害。对。然后他曾经给我展示过他的做法，就是他这边会写，比如说几月几号他跟豆包聊天我这个只是举例而已了他比如说就写，比如说 December 1st。12月1号，他就会把他跟豆包聊天的重要的句子丢到 ChatGPT 或丢到豆包，去帮他生成中文拼音跟英文。那他就会把他再去筛选出重要的句子，然后他就会写在传统的这个纸卡上面。写得上来。然后他就他是会这样做的。然后他每天用，就像Ben叔刚刚说的，他会利用自己的碎片时间，比如说他这个去上班的时候。或者在家里无聊的时候，他就会用这些字卡或句卡进行复习。那因为这个对话是他跟豆包亲自聊过天的内容，他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这些句子其实对他来讲很容易记得。然后他是不记单词的，他是看句子，他是让自己习惯句子去造句，然后了解句子的含义，然后为什么用那些词汇，豆包为什么用那些词汇。所以我发现他的口语能力非常的厉害，然后他认汉字的能力也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这个闪卡的效果，如果能够搭配你的学习，我觉得这个效果
这个效益也是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我也蛮推荐闪卡。对，我跟我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会推荐我学生用这个 Screeter。然后为什么呢？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会在 Screeter 里边就是建立一个这个数据库，比如说今天是1月11号，那我就上课的时候我就写1月11日的上课的词汇，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遇到这个生词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这个生词输入到这个 Screeter 里边，然后下课之后学生就可以拿到这个就是已经现成的我帮他做好的这个词卡。然后他还有自己的这个词卡的这个数据库，然后他就是按日期复习就好，因为是他上课他自己遇到困难，他说不出来的词，所以这样的话真的是跟他这个学习的体验是绑在一起的，这样能得到好的效果。然后我也一般也是这个告诉他买 Screeter，所以我也能得到一点提成啊，所以一举两得。其实我们大叔一直都有提供这一些方便大家学习的材料跟链接了啊。其实每次视频下面都有一些链接，那些都很有效率，可以帮助各位同学能够更把中文水平提高的方法。对，如果就是你觉得你对词卡复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让你的老师也这么配合你这么做，让你的中文老师帮助你做词卡，这样你自己下课不用自己一个一个输进去。当然你要是觉得自己输进去能够加深记忆的话，那也可以。对，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了我们很多学生他都去上私教课可能一个星期1次2次，但是我觉得那就是那1小时的精华学习而已。你之后一定要再自学，然后加深自己的印象。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像刚刚Ben叔说的，就是请老师或者你自己用一些软件或方法去生成一些闪卡来帮助你学习，而且利用碎片时间去复习你刚刚跟私教课老师上过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帮助会很大，因为这个还是涉及到这个记忆曲线的问题。如果你当天上的课，你当晚就复习，那个记忆力最强，至少可以抓到95%。如果你隔了3天再去复习那个课程，可能只剩下75%。然后你越后几天复习，那个记忆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家在学习上也要掌握这个记忆曲线的概念。对。然后灿叔等一下好，对啊，但是我之前问过灿叔，就是灿叔你学习英语的时候你是没用过闪卡的对吗？对啊，我没用过。那你说了这么多好处，你自己为什么不用？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的学英语方式也是我是觉得非主流的。就当然我也不能说我英语多好了，但是我觉得阅读方面能交流也还可以。就是可能我们所有人都是通过学校系统去学习的，就是跟着老师一课一课去学。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没有跟着学校系统去学习了，我是觉得很无聊。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是找到我的兴趣点，我就直接开始看英文原著了嘛，看英文的名著。所以我是很喜欢看书，所以我是有大量的输入的。因为我是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和这个字卡是有些联系的地方在哪里，就是通过一些句子的输入，一个文本的一些上下文的输入。尤其你看多了，因为比如说看一些书的话，你会对有些段落觉得写的比较好，你会反复的去看，你会琢磨它这个地方是为什么这样写，然后它不自觉很多东西会输入你的脑子。就是我是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个兴趣，而且这东西是和你是相关的才有意义。要是纯粹只是说像笨叔说那种字卡，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特别是我们才开始学习一门语言的时候心很大，比如说呀我要学5000个字什么什么的，就是很多种 deck 我知道的，就是 Anki 里面很多的，很多人下载下来，但是我之前也试过，就是说练1-2天觉得好没有意思，因为这些东西和我没有关系，我就弄一弄就不想弄了。其实我很早之前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记忆曲线这个事情，因为我很喜欢有一个中国一个作家叫丰子恺，他其实写散文，同时会画那种漫画，很可爱那种漫画，他是和鲁迅同一个时期的人。那个时候中国的很多这些
文人他喜欢去日本留学。那个时候他家境也不是很好，但有半年的时间，有一次机会，家人还是什么，就学校资助他去日本学习艺术。但是他日语并不是很好。但是他到日本之后，就是日本的学校会给他上一个日语课嘛，对，一般情况让他去适应。但是他觉得我才只有半年的时间，我要是这样循规蹈矩的一课一课去上，我上完我就该回去了，我日语什么时候能学好呢？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一个另辟蹊径的方法，他就把整个日语这个教科书全部里面词汇全部拿下来，自己抄下来，抄在这个字卡上面。那个时候就他自己想出办法放在字卡上面，然后弄了这么一大摞子放在一个盒子里头，每天抽一些出来去看，抽出来看一看，它其实就是间隔记忆，知道了我就放边上，不知道的我再放进去，后面我再抽出来，就直到自己全部都记住为止。而且他会花很多时间去记忆，这样的话可能别的学生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学期我才能学这么多东西，他可能1-2个月已经全部学完了。学完之后他再去拓展自己的这个能力，他又去找那些其实日本人写的小说什么的，因为他已经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了，词汇方面已经打好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可能这些因为他把整个这个课本里面的所有的句子他甚至也背下来了，不管是词汇句子都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个时候他再去精进他日语水平的话，他也是去看日本的小说，拿下来之后他也是这样去做的，他把所有的词汇全部抠下来再去做。所以他虽然可能下的是苦功夫，但是呢因为基础打得好，他反倒比别人更快。你感觉好像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这样积累反倒比那些每天学那一点点的人快得多，进度快得多。等到他回到中国之后，他都可以用这个去翻译日本的书了，他已经达到那个能力了，就是半年多的时间而已。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方法真的值得推荐。那是1920几年30几年的事情，但是这个方法太早了，还没有这么多。对，没有这个软件什么，但是他其实这个方法是一样的，说明那个时候到现在方法是一样，说明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行得通的，我是觉得。对，我是觉得还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但是就是学生在考虑使不使用闪卡之前，可能先想一想你使用闪卡的目的是什么啊？对，像灿叔这个刚才说的日本这个材料教科书小说，可能这个人很感兴趣，你换一个人，他可能就觉得这些词跟我无关，他觉得同样的词闪卡对他来说就没有效啊。是的，还有就是闪卡的话，像我们那个粉丝大龙，大龙他用闪卡就是因为他想要学习这个北方口音，所以他就把那个窦文涛这个那个很有趣的那个北方口音，他把窦文涛的那个讲话的句子声音，就是一句话一句话的做成句卡，然后他反复的听，就是他不学习那个内容，只是听他的语调，怎么样的起伏，怎么样发某一个音，然后这一句话里边这个抑扬顿挫怎么发出来，他会去反复的听，去重复。所以有的学生可能是为了考 HSK， 那你就用 HSK 的卡。那如果你想学发音，那你就做发音的句卡。就是自己想好了，不是说我觉得别人都在用，不是漫无目的的这个闪卡，对，那我也用闪卡，那这样就没什么意义，我觉得。是的，是的，对，其实我们大叔这样聊起来当然我们说使用闪卡有很多好处，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Ben叔说的，我们使用闪卡是要有目的性的，不是看别人用好像好厉害很棒你就去用，但是你不晓得要怎么用。所以我觉得我们刚聊那么多闪卡的确是让你利用碎片时间最好的方法，因为它可能电脑上很容易播放或携带很方便，这是它的好处。但是我觉得也有坏处，就是很容易无聊，很容易厌倦。那为了弥补这个坏处，大家如果在制作闪卡的时候，一定要思考你自己是不是对这个内容感兴趣。像很多同学就用大叔中文的播客把它的内容做成闪卡，这是个很好的方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播客的话。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让方法变得有趣，
也是一个使用闪卡的方法。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他会把每个礼拜所整理的闪卡分成3个小盒子，然后他全部的闪卡放在第一个盒子，他就每天抽，好像玩扑克牌一样，每天这样抽。他觉得这一天这个词我忘记了，他就放在第2个盒子里。慢慢的他再看第2个盒子，第2天再看第2个盒子，发现这个还是他不熟，他可以再放在第3个盒子。所以慢慢的他会发现第2个跟第3个盒子是他最不熟的词语，他就会多翻几次，所以他会让这个学习变得比较有趣。那比较简单比较容易的词汇永远在第1个盒子里，他就不需要常常去看它所以这个它是让闪卡变有趣的方法之一。第2个方法就是最近我们的铁粉嘛 Refractor， 最近有跟我们联系说他有很多做这个 Anki 卡的这个有趣方法，那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给他了一些这个句子然后我们还有给他音频，我们自己给他20-30个句子让他做 Anki 卡，让我们看看好不好玩，让我们自己读呢他对，还让我们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学生一个很简单的合作过程。我发现 Refractor 他的闪卡很有意思，中文句子他下面还自己会配图，他自己会配图，这个图跟我的句子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今天办公室里都是人，他可能会配一个办公室里都是人的图片，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记住这个句子，加深记忆嘛，其实是加深记忆，就是类似我们以前有讨论过的图像记忆法，然后再搭配 Anki 它的可以朗读，对不对？然后又可以重复，然后你又有图片辅助记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闪卡它的变化是非常多的，大家真的是可以多去尝试看看这些不同的变化，然后一定要找自己有兴趣的主题，这是最重要的，不然其实闪卡的内容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主题或者是很无聊的主题，我觉得你可能2天就像变书一样学西班牙文2天可能就浪费了很多钱呢。对，所以你们觉得这个闪卡在中文学习中是必不可少的，是必要的吗？还是说可以这个问题有意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是必要啦。为什么？因为以前在学习语言的时候没有 AI，电脑可能等级也不好，然后现在呢手机又发达了，对不对？然后网络也发达了，我倒觉得字卡不是必备的，因为我们有很多方法，我们可以读电子书，读那个大书小站的电子书，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刷视频去学习，甚至你可以看电视剧，所以我觉得字卡某种程度上是比较传统，当然可以利用碎片时间，或者你可以去认汉字很有用，但是我倒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未必你一定要用字卡才可以把中文学好，这个完全是看个人需求。我个人觉得字卡不错，有趣好玩是个方法，但是不一定要用，这是我的感觉。我同意，因为我有好多学生就是上课时候说我用闪卡，我都被他们说服了，我说对，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我自己作为一个语言学习者，我从来没用过闪卡。对呀，对，就是我碎片时间，我可能就玩玩游戏，或者是那个做点休闲的事情，就可能不会想拿着手机一直翻那个闪卡。然后我自己又很懒，我自己又懒得去那个做成闪卡啊。我其实还是用那个电视剧法比较多，自己就是因为电视剧它给我完整的那个语境啊，不同的场景，然后覆盖生活的各个方面，我可能就是一边看一边那个在语境中学习那个句子，又能听到他们怎么发音。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非常好闪卡，但是我可能没有觉得必须要用它。对，而且我觉得我记得我以前在学英文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也很推荐我们把这个字卡剪下来，然后这样带着坐公车的时候可以用。然后我发现其实我根本就不喜欢，因为这个传统的那个学业课业压力这么大，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虐待自己？所以我那时候非常不喜欢用这个字卡，就剪下来之后我就都会丢一边，我根本就不会去看，因为我觉得
这会让我有一些学习上的压力。对，所以我个人没有说很喜欢用字卡。对，我也认同你们两个。我觉得闪卡不是必须的，但是闪卡它其实涉及到语言学习里一个本质上的东西，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重复。因为语言对不管输入怎么样也罢，你闪卡它是一定形式的重复，然后形成一定的记忆嘛。我们看书也可以不断的去反反复复的看，看电视也反反复复的看。因为要是浮观掠影的去看的话，可能有大量的输入，但是未必能记住一些东西。但假如你能把一些片段就集中的去看一看，喜欢的东西反反复复去看。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英式腔，我就把我很喜欢那个演员的那个采访呀什么的反反复复的播，然后我就学他的那个口气，然后说话的方式、用词用语啊等等，我觉得是对我是有很大的提高的。所以我觉得重复再重复才是关键点，未必一定要用闪卡。对，就是重复的方式有很多。对，看你喜欢重复什么样的东西。对，我还试过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翻译，就把喜欢的书翻译下来。翻译的东西你需要把原文给吃透了，再翻译。你这个句子你可能需要反反复复的去多读几遍。我觉得这个东西最简单的、最重复的东西才是最有用的，未必就闪卡是一个形式。像我们3个人未必都很喜欢用闪卡，要是真的很喜欢的话，笨书也不会2天就扔了，差书也不会老师推荐也不想学了。我也确实没有用过闪卡，当然说实话。对，不过我倒觉得现在有蛮多学生听我们的播客，然后把我们的播客内容丢到 ChatGPT， 让它生成比如说20个或30个地道的句子，它就做成这个闪卡的模式。我有看过他们的作品，真的蛮好的。因为那个内容真的，我觉得大叔播客内容真的很有趣，所以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闪卡的内容，你就会觉得好像又在听3位大叔在聊天的感觉。你不觉得你在背句子？你觉得好像你又在重复的。脑中有3个大叔那个画面，聊天的画面又出现在脑海里，所以我觉得的确有很多同学喜欢用大叔播客的内容去做闪卡。那直接就加入那个我们的会员1级啊，1级会员里边就有所有的每一集的这个文本，所以很方便大家从文本中，而且文本有中英文，有简体字、繁体字，直接就可以复制粘贴做成词卡，就不需要你停下来看啊，这句话字幕里面是什么，然后再输入啊，就会帮大家省很多时间啊。就是看这个广告插的多好，一点都不生硬。查书继续吧。对，那就是节目的最后，就是希望大家支持大叔中文啊。我们转折，我们最主要还是聊一聊这个闪卡对大家学习有没有帮助。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那最主要还是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学英语、学西班牙语没有涉及到这个汉字啊的问题，但有的 APP 像 Scritter 里边可以，你要是做字卡的话，然后里边你会看到每一个字的那个笔画，然后它有那个特效告诉你每下一个笔画是什么，或者是它完全把这个笔画顺序隐藏起来，你自己写，然后这个 APP 会告诉你写对了写错了，就是我觉得可能对帮助记忆汉字或者练习汉字的笔画这样的字卡还是有帮助的。对，就是毕竟中文并不是像西方那种拼音的语言它是需要去记忆的所以这一点可能对大家各位学习者比较困难。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字卡或闪卡的确有它存在的必要。好，然后 Scritter 的那个链接也在我们视频下方。那广告密度有点太大了。今天的广告密度过大了有折扣啊，过载有那个。对，所以大家知道年到了，大叔很缺钱。好 ，OK， 没问题。这个偶尔我们大叔也是要生存嘛，对不对也是要让我们推广一下各位同学。所以关于今天的主题，我们还有其他的广告吗？没有，就请看下面的那个描述栏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闪卡的使用上有任何心得，或你有很棒的方法，我觉得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分享出来。因为现在很多学生不只看播客
还会看下面的留言，所以大家多多分享，可以交换一下学习的意见。好，好，那么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拜拜。各位同学，我是茶叔。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闪卡的学习。好，在节目的最后，茶叔提醒大家，我们在描述栏里面 description box 跟一个学生叫 Refractor 有合作，做了2个 Anki 字卡，一个是 HSK 3到4级的常用词汇，另外一个 Anki 闪卡呢是针对大叔中文的一个人生话题的视频，结婚不结婚，从里面找了30个句子，我们做成 Anki 字卡，我们都放在描述栏 description box 里面，让大家免费下载。那在 description box 里面也有怎么去下载 Anki 跟使用的方式，大家可以试试看闪卡学习对你有没有帮助。下次见，拜拜。